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今天呢，我们各家媒体的朋友呢欢聚一堂，参与我们天天向上记者节，还有我们的大前辈徐丽老师，欢迎。徐老师看起来才30岁，怎么就退休了呢？这真美丽的误会。我们中国的新闻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声音，徐老师第一人。世界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中国有任何大事发生的时候，听我说，哇，太霸气了！姐夫也是记者，必须曝光不了。哟，好帅，好帅！哦，徐丽老师积极一点，徐丽老师积极一点。他叫我叫他。好浪漫啊！丹瑞也是在两会当中，因为一些创意破圈的，就这样就是一条新闻了。我跟徐老师两个人，我会比较喜欢跟他们聊。这个好，这个好。所以我们在起标题的时候，离谱，韩哥，震惊！汪涵竟然在记者节做出这种事儿。我会因为这个标题对大家关注的时间很长，对不对？大家好，我是调查记者老韩。他做过很多的卧底暗访调查。做这个肉蟹堡的时候，我就每天大概要切个几百斤土豆，就导致我就没有时间采访，只能说土豆越切越快，越切越快。演进去了。您被打过吗？暗访那种地下赌场，一屋子的黑社会掏出，跑你都跑不出去。我是一名国际新闻记者，有5年在艰苦战乱地区工作，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场。好危险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最大的阿富汗难民营。恐怖袭击就离我们的驻地大概就几百米远。和平的生活真的太美好了。其实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中国。欢迎大家来到天天向上记者节盛会的现场。那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新华社的记者许丹瑞，光明日报的记者张静静，中国日报的记者彭逸轩，新华社的战地记者陈旭，以及神秘记者老韩有请。欢迎刘佳颖和张延琪，欢迎来到签名台前留下你们的名字。我们的360度拍照区，疯狂营业。他们两个呢是2次元画风，非常激动，抽签了。哇！这两个人就像在拍杂志一样，时尚大片的感觉。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呢？我是有记者证的，这是我们新闻中心非常优秀的同事啊，这个我能理解啊。记者节快乐。谢谢。延琪，不能理解吧？问号很大。给你们说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就是我的父亲在我出生之前到我的童年时期都一直是一个在一线的新闻记者，所以我是一个记者的家属。哇，很自豪。其实这是我第一次过记者节，对我来说，其实平常的记者节就是平常的一天。所以呢，我们都会用更认真的热情来迎接我们记者节的工作。记者节啊，有什么心愿？其实我特别喜欢发呆，所以呢，我想给我1天的时间，我可以静静的发呆。你也太客气了吧，1天？那还是给我20天让我发呆好了。导演组能满足我吗？能，可以。耶，太好了。非要一个礼物的话，我希望是一个能过的选题记者节的。
还心系工作，过节了，姐妹。我希望同行们能够停止内卷，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不要老是那么竞争嘛。我的愿望是天天小兄弟能够免费给我打工一次。能不能心愿实现呢？这个转向的话，哇！恭喜你心想事成。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指认的。小兄弟打工啊，我们今天这么抢手吗？这有俩，今天你们有点忙了。你希望赚哪一个？都想要。我们今天已经打第3次了吧？兄弟们，咱们最近有点忙啊。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记者节盛会的主持人汪涵以及特邀大来宾前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资深主播徐丽。电视机前还有现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今天呢，我们各家媒体的朋友呢欢聚一堂，共同参与我们记者的盛会——天天向上的记者节。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前辈，欢迎我们美丽、端庄、典雅、大气的徐丽老师回娘家，欢迎！谢谢所有的朋友们，我回来了，我是湖南人，我在长沙长大，所以今天回到老家，来到天天向上这样的一个舞台，我特别的开心。而且今天又是我们的记者节的特别节目，所以也非常的有意义，也为您准备了礼物。谢谢。韩哥，我特别喜欢徐丽老师。谁不是特别？真的，我是太喜欢了徐丽老师。我从小跟爷爷奶奶第一次看中国新闻的时候，已经是10多年前了。哎呀，我得抱你一下，孩子。好羡慕。莫名有种小感动啊！突然开始感动。莫名有种小感动。其实今天呢，是我们传媒人的一个节日啊。记者们平时真的是，几乎是没有假期，随时待命，随时要奔赴报道的一线。就连其实记者节这一天，其实很多记者并没有放假，没错，是吧？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你就包括我们今天，大家其实还是在工作的状态当中。那么今天来到我们天天向上，虽然还是在工作，但是呢，仍然希望大家能够放松心态，好好的享受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所以呢，在记者节特别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有请徐丽老师来做我们本期的开题演讲，有请。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中央电视台前新闻主持人。其实我在进入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曾经在长沙电视台工作了多年。在长沙电视台的时候，我不仅是一个主持人，我也是新闻专题部的一个记者。我到现在为止，我还记得，我作为一个社会新闻的记者的采访者，我曾经做过老年再婚问题。将近30-40年前，老年再婚，而且我选择的采访对象当时是长沙的郊区。其实我在选择这个选题的时候，当时的妇联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们了解到这位妇女是愿意接受采访的，我当时特别高兴，带着摄像记者就去了。可是来到现场以后，一切都变了，本人不同意，家里不同意，就他把那个门儿，家里大木门关上，不见。我觉得这下坏了，这选题我怎么完成呢？这时候我贴着门，我不断的轻轻的敲门，我跟他说：“大姐，咱谈谈，没关系的，大姐，我知道您怎么想的，咱谈谈。”这个门呢，后来他是打开了，可是当他看到摄像镜头的时候，他永远是这样，背对着，不把正脸给我。我到现在还记得最后我这个片子是怎么结的尾，我只好用我的解说词来铺垫的。我这位大姐，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勇敢地往前走，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生活。我特别希望您有一天，您能够转过身来面对我的摄像头。当然，我也不知道您何时才能转过身来面对这个摄像头。到现在为止，这个解说词我印象特别深。其实我们社会新闻做的全是老百姓的家长里短、悲欢离合，
同样是把这些普通老百姓的故事传达给同样也是普通人的，让他们去感受，唤起他们的理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换得他们的一种帮助，其实也给城市的政府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这是我当年作为记者的时候做的一些工作。后来来到中央电视台以后，虽然我的主业是新闻主持人，但是我也参加了我们中文国际频道包括台内的许多大型的事件的报道，比如说抗洪救灾，比如说全国两会，比如说到西部剧等等，包括一系列的省部长的采访等等。这些所有的采访，我觉得都给我未来后来我在主播台上如何理解新闻，如何驾驭新闻，如何去传达新闻，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现在我们的媒体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互联网，比如说新兴媒体的兴起，我们记者的角色定位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现在有人说人人几乎都是记者，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信息嘈杂的时代里，我们更加需要有公信力的权威媒体的存在，我们更加需要训练有素的记者的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媒体，如果没有这样的记者，我很难想象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比如说，当一个事情的真相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谁来辨析它？谁来告诉大众真正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时候，权威的媒体和训练有素的真正的有职业素养的记者，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我也想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作为记者，您越职业、越专业、越敬业，您就越权威，您就越可能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被信赖的人。希望我们每一个记者都成为这样的人。谢谢大家。谢谢徐老师的精彩演讲。徐老师是央视国际频道标志性的人物，也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不折不扣的一个大前辈啊。我们首先，通过一段 VCR，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徐老师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一系列的光辉的美丽的模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十五贯》是一出优秀的传统剧，刚才演的是法鼓戏。武力和王红为大家演唱了一首歌曲《乡里妹子进城来》，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高跟舞蹈团表演的。还拿有线买的啊？对的。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从现在起和您见面了，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47周年的国庆日，首都各界迎接新世纪。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特别播报，当前是一直防美军对阿富汗塔利班跟上海合作在导。也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节目，各位观众，再见。什么自然会不是，他在生命当中是这么隆重的一人，今天能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会让我今天晚上彻夜无眠。就是我希望最后这一辈子，把一生活成美好。其实还是挺感动的。我是守在电视机前看完您的直播，因为我也是一名新生代的播音员，非常感慨，那天还发了朋友圈。我也希望在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直播的时候，也像您那样以最饱满的状态去告别观众朋友。真的特别的感动。最后一次坐在自己无比熟悉的那个主播台上，肯定有恋恋不舍。您能够绷住，我们觉得真的那眼泪没流下，我觉得您太牛了。其实这一天我无数次的想象
最后一天的时候，4点来钟我到台里去，这时候我跟自个儿说，我说我知道今天对我来说比较难，我一再的跟自个儿说，我一定要专业再专业。所以后来等到我播出结束的时候，因为当时同事还问过我说，徐老师你们要说几句啊？后来我就说不说了，我说真的，此时无声也许胜有声，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说什么也都不足以表达什么，所以我就说干脆什么都不说了。最后呢，我就说我还是像平时一样，怎么告别就怎么告别。所以我当时就说，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节目，各位观众，再见。这个再见比平时可能要重，然后呢，镜头再慢慢拉，我又点了一下。等我点完头，我回过来跟嘉宾说，我说结束了，我立结束了。然后镜头还没切走，我就下意识的挥手，就这样。后来我就长舒了一口气，结束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事情一下子好像热搜啊？对，那一天徐丽老师退休的这个热搜是从白天开始一直到晚上，一直都在榜上。所有的观众真的都记得你。对，都是大量的都是舍不得。对，我作为一个就是普通的观众，说实话惭愧，就是真正的去了解到徐老师，就是因为那次热搜，8月25号。对，因为我的父亲是记者。对，我小时候就觉得可能他就是每天不回家，可能不仅不是喜欢记者，可能还有点抵触。我觉得他为什么每天都在外面？但是刚才放老师那段 VCR 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就是我童年成长的每一天。父亲是做新闻记者，后面是体育记者，哦，还做过娱乐记者。哇，父亲跨界怎么当过记者？就是其实我刚才也特别的感动，但我觉得今天是记者节，我们应该开心一点。我带了一个就是所有网友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当时看到热搜也有这个想法，徐老师看起来才30岁，怎么就退休了呢？好多人都这么说，真的是都在问，就是快乐吧，就是这种。这真美丽的误会，美丽的误会，实打实的60岁。但是都说岁月从不败美人，我们那时候还模仿过您的造型呢，就是您那个漂亮的耳环，然后你们那时候都会这样吗？会，我现在也会模仿。啊，真的？徐丽老师有个经典的造型，就是把那个衬衫的领子翻出来，然后刚才大家都看见了，头发往后吹着很有气场，然后基本上戴一个像这种，戴个耳饰，但是不会很夸张，非常得体，但很亮很漂亮。因为那时候我在中央电视台屏幕上是第一个戴耳环的人，第一个。哦，真的？真的，第一个。哇！所以那时候戴那小小的那种有点发亮的，对，增加一点这种明亮，特提气。当时我带的这个前提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我们是对外的主播。当时我还记得一个海外朋友这么跟我说：“这个女人要是不戴耳环、不戴耳饰，当时他的话有点绝对啊，就是不戴耳饰就像没画口红一样的难看。”我看一下，几位有没有画口红？对，所以那个形象一出去，特别亮，真的是。当时跟国内的确实有点很亮啊。你看，我们刚才在看 VCR 里面是徐老师还在长沙电视台主持的时候，我刚才还在问啊，你们那时候主持还在拿有线麦？我天，还在拿有线麦！您现在看当时的主持什么感觉？那是我吗？那个，真不好意思。而且那人说话吧，奶声奶气的，谁都在那儿，亲爱的观众朋友，怎么这么说话呢？我都怀疑那是收音有问题嘛！我这辈子吊着嗓门，我也不会那么说话呀。就是收音有问题，一定是收音有问题，收音的问题。哎，我特别还想问一下，因为您是从湖南人嘛？对，我当时以为我的普通话说的棒极了，你知道吗？这人就是真是无知无畏。我们也是，吴泽林也是这样，吴泽林也是这么觉得。啊，你也这么说啊？我也是。吴泽林一直以为东北话就是普通话，没有，你那东北那旮旯没有。当时你看我们来到省台培训的时候，当时北京的有一个学员叫张梅梅的，我跟她在一块儿，我说梅梅，我今天感觉不舒服，我病了。她北京人嘛，对，她觉得不对，你这说的不对。我说我病了，你再说，我说病了，你再说，我说我病了，哎不对，我说那你就说你怎么说，我病了。哦，我病了。阴英，吴泽林，吴泽林，你说一次吧。你说一次，我病了，我病了。
这个对东北人没问题。不，我不是东北人，我江西。咱们那怎么是东北话？什么？都以为你是东北人了。不是东北人吗？他不是，他江西的。你怎么东北话这么流利呢？因为我舍友的语言天赋给我带跑偏了。你用家乡话说病了。我病了。你看，就是前鼻音。对。所以后来我当时就是有一个特点，只要我知道的，只要你告诉我，我肯定不错第二次。哇！所以你看啊，作为我们台的这个新闻播音员，不管是从北方来的还是从南方来的，其实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呀，就算你是个新闻播音员，你都很容易在生活当中受到同事语言的一些影响。那确实。我化妆间同事都是说长沙话嘛，对，很受影响。长沙话2个字已经开始带味儿了。你看，对，早上好，长沙完了，已经带味儿了。哎，其实从92年的这个10月1号，央视国际频道开播啊，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向全世界的这个电视的卫星频道啊。徐老师就是这档节目的这个首位主播。你看，这就是当时第一次，中国的新闻播音员首次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风貌，就是这个时候。您是第一个呼出中国中央电视台就向全世界呼号，应该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从现在起和您见面了，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这是当天的一档节目，当时我们节目很少。我觉得这个太光荣了。就当时你是怎么去就找这种，我们现在讲啊这种国际范儿？其实我们当时可以借鉴东西很少，对，能看到一些国外的带子哦。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不知道要是语言不通，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时候，我仔细看，我看什么？看状态。就是他的状态跟我们国内当时的这种新闻播音员的状态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这可能就是后来衍生出的，到现在大家会称为主播的一种东西，对吧？后来我才知道，在国外其实观众都是跟主播走的。对，比如说汪涵今天主持，我喜欢汪涵，我跟着汪涵走。明天是我徐丽，我跟着徐丽走，因为喜欢你的播报，相信你的权威感。我就跟你走，就这种由我作为主体来传达的这么一种状态，当时特别吸引我。这时候我觉得，既然我们要对外传播，那我们就要符合国际传播的规律，走向人际传播，就让大家知道，今天来到这个主播台的这个人，他叫徐丽，他有名有姓的同时，他有强烈的作为人的个人特征，就有人味儿在里面。所以这一点呢，可能导致我在表达上心理动因变了。就是今天世界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中国有任何大事发生的时候，任何人说了不算，听我说。太霸气了！我坚持一点，我如何理解新闻，我就如何去表达新闻。你说的是事儿，你念的不是字儿。哇！我们知道央视国际频道几乎所有重大的新闻事件的这个播报都是由徐丽老师来担任主持的，包括香港、澳门的回归，然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包括911的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直播的时候，我们最不确定性的是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一打开之后，我觉得最让我有点抓狂的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那人嘉宾又换了？我坐在这一头，嘉宾换了以后，他上来，因为直播还在进行啊，导播或者编辑就写一名字，某某某，研究领域是什么？这是给我的唯一提示，剩下的不管了，来吧。哇，这种不确定性在里面，对主持人确实是个非常大的。我听着压力都好大。因为你知道它涉及的面啊。是哪一个层面？对，那个是一丁点儿都不能出错的。有可能做综艺娱乐节目，你突然要换个嘉宾，他也就是那么些事儿聊。但是你聊的是国际问题啊。对，你说这太吓人了，这个太吓人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临场的考验啊，应变能力啊，非常非常的强。这一轮我们来考验一下啊，新闻播报小测试。直接来一下。好玩哎。吴泽林。对，吴泽林和张雁琪，好不好？来。好，到我了，我还给他加油呢，一个都跑不了。加油！突发事件啊！突发事件，加油！要不你先上，我们先谁？我歇会儿吧，你先。好，那个雁琪，不要手抖。
张老师也很紧张，张老师的川普也是。接下来为什么张老师都没有音乐？虽然我不是专业人士。来，音乐，给张老师铺一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气象局。接下来提词器翻得有点快，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给大家练一下那封关于天气变化的信件。你们好，我是那个偏东路径的冷空气，最近挺想大家的，所以一个没忍住，都给吉林长春带来了今年入秋以来的首场降雪。千山万水总是情，不穿秋裤是真的。主播，刚才临时拿掉了一条新闻，你赶紧自己垫一下，这是那个道具，赶紧。没有错，大家看到饺子上来就已经明白了。今天正好是咱们的立冬，立冬是24个节气里面的第19个节气，也就意味着咱们正式要进入冬天，万物开始休息养生。正可谓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也编不下去了，反正就是希望大家能吃完这个饺子之后，在冬天也能够元气满满，活力十足。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大家再见。真的可以，干完了不容易啊！别，张老师，升降台下去了。哇，厉害！我跟你说啊，刚才啊，在摊播的时候，我们场上有位年轻的朋友一直在心里默念，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的。吴泽林，我看你刚才好用心啊！来，加油！有我的普通话给你垫底，没关系。好的，加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给大家念一封有关天气变化的信件。你好，我是偏东路径的冷空气。3号我要冻哭东北内蒙古地区，4号冻僵新疆，4号冻僵新疆西藏地区，冻懵新疆西藏地区，所以你们麻溜的穿上你的秋裤，万水千山总是情，不穿秋裤真不行。主播，现在突然间要插播一条广告，元气森林可能到这里。对，抓紧时间啊。这个刚刚的信件来自冷空气，在这么寒冷的日子里，我们也要充满元气，来口元气森林，喝了零糖零脂零卡的元气森林，保证冷空气刮不到你的心里去。有白桃味，也有夏黑葡萄味，清爽好喝，还不容易长胖。今年双11上元气森林线上平台，还可以抢气泡水，冬季限定草莓味，优惠多多等你来。这瓶能量激活的元气，将会让我们拥有舍我其谁的霸气，创新进取的锐气，自信满满的底气。这一口气真不容易。应该拍泽林的侧面，这个嘴啊。我好喜欢看吴泽林播新闻，吴泽林上主播台我一定看新闻，追着看，就是最喜欢的主播。要打开口腔。徐老师觉得这怎么样？这年轻人，吴泽林同学嘛，你啊，吴泽林同学啊，您再说啊，您就再说吧。对，是不是念了一回新闻之后，发现念新闻其实不太容易哈？是，对，说普通话都很不容易。他刚才这个应变能力真的太棒了，而且都在抖，而且他从这个，因为讲的是天气的消息，他结合这个节气，用节气来弥补当时可能主播台上出现的空档。其实对新闻主播来说就是这样，所有环节的所有的可能纰漏，最后对于导播来说实在没辙了，切主播。你要给导播台争取到30秒，这时候可能导播会处理很多的问题，30秒就有可能把整个播出线挽救过来。所以通常就讲，主播是安全播出最后一道岗的最后一个把门人。太不容易了。徐老师，我其实有一个很八卦的小问题想要问你。你是这种人吗？我是。对，就是我知道徐老师跟您的先生有一段很有趣的渊源，因为您的先生也是新闻媒体人啊，姐夫也是记者，必须八卦不了。问一下，了解一下。啊，对，他是我是电视，他是报纸的。报纸的记者啊，他确实是记者出身。对。今天姐夫也坐在了我们台下，著名评论员张天飞老师啊，也在台下。好帅，好帅。
姐夫好，姐夫好。姐夫您到这儿来。您站这儿吧。姐夫是在 C 位啊？对 C 位，哇，姐夫知道 C 位呢。姐夫是在哪家媒体？当时我在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对。是做记者还是做？我是在北京青年报干了20多年，前几年是专职记者，到后来就是评论员，干了20多年。记者是跑哪条线的呢？啊，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是跑文化的。为什么不信？当时叫文化记者，现在叫娱乐记者，所以我是这个骨灰级的娱记。骨灰级的娱记。您跟那个徐丽老师是怎么认识的呢？徐丽老师细心眼，徐丽老师细心眼，徐丽老师刚才是讲，你单手扶下巴颏，哇，迷妹。那个时候我是在我们报社下属的一家杂志做主编，当时我的一个朋友跟他很熟，然后就说想帮他做一点宣传，就跟我说，哎呀，说我认识一个播音员叫徐丽，当时我特别喜欢他，我的天哪！因为我喜欢屏幕上那个形象，但是说是他嘛，我就很高兴。但是这个事情拖来拖去，反正也拖了很久。我那个朋友后来就跟我急了，说你拖了那么长时间，你还不洗，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后来我就赶快请他吃饭，然后还特意找了一个湖南餐馆。后来他跟我回忆起来说，这都是小细节，好像做的都还不错啊，对，增加了好感。最后把一次采访实际上就变成了一次特别愉快的聊天。哇！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当时就是古典时代有古典时代的好处。古典时代，那个时候比现在应该算古典时代了。对，因为现在如果你写一篇稿子，比如我稿子写完了，我想给他看一看，微信就过去了。那个时候不行，那个时候再约。哦，得递纸质稿子，对吧？写好了，哎，说你看看，你觉得怎么样？哎，我觉得好像哪个地方还不是很准确，你应该改改。哦，好，我就改。对，改完了再来一次。对。有点磕到了，是怎么回事？这个过程让两个人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对。后来嘛，就后来了，对，就后来了。徐老师第一次见到张老师，当时什么感觉？他当时开个红色切诺基，很酷。哇哦，画面感很强。那时候头发也留得比较长，胡子好像比现在还那什么一点，感觉哟，这哥们存在感特别强，哟，这哥们存在感特别强，这哥们存在感特别强啊，就这种感觉。那现在您眼中的张老师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哎呀，星星眼又闪起来了！哎呀呀呀呀！喝到了。我很好奇，那个张老师是怎么把徐老师从那个主播台上这么厉害的女人变成你的迷妹？有人问过我说，他在生活里是不是也那么霸气？后来我说，如果生活里也那么霸气，还怎么过这日子呀？那生活中的徐老师是啥样的呢？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有爱的昵称之类的？平常怎么称呼？嗨，这就不说了吧。那我们想更想知道了。平常怎么称呼嘛？徐老师？那个就几十年了，就这样没改过。啊，他叫我丫头，我叫他哥哥；他叫我丫头，我叫他哥哥。哎，都不是哥哥，是哥哥。我说不要说嘛。好浪漫啊！好好磕。老夫老妻的还在。哦，这真的很浪漫啊！就也改不了了，反正就习惯了。他就一张嘴就丫头就这样，然后我一张嘴又哥哥就这样，就改不了了。就这样了。天哪，定调很重要。对，最初的定调很重要啊。定调很重要，那个调子定下来就这样了。哎，那徐丽老师退休的那一天啊，8月25号那一天，家里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感？我还真是准备了一点小的仪式，因为我觉得他最后一天了，我应该给他一点小小的惊喜。对，我知道他那天会回来很晚，因为他跟我说同事可能有一个小的告别仪式，我就开了瓶红酒，然后买了2小块小小的蛋糕，和儿子一起，我们等他回来，然后我还很那个自信的说，从今天开始你归我们俩了。就是原来我的他是归全国人民嘛，对，那从这退休了就回一个家庭了嘛，就归我们2个了。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更加的不归我们了。他比上班的时候还忙。对，因为这个生活的时间全自己把握了嘛。之前因为工作原因，很多事情没有安排，是不是？是的。但我估计也就是这么一段时间。哎，对的，说的太对了。您看看，所以我最后还是要归他们俩的。
好幸福哦！被他们俩这句话说出来，特别的棒啊！谢谢姐夫，谢谢。大家都普遍认为新闻记者呢是一种非常端庄啊、严肃，但是最近有一批这个90后的记者亮相以后，让人耳目一新，打破了观众对记者的这个原有印象。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这个颜值与实力并存的新生代的记者们，欢迎。大家好，我是新华社新华网记者许丹瑞。希望通过我的镜头，能够让大家感受到90岁国社的青春气息。其实我是第3次来到《天天向上》了，前2次还是作为学生来的，这一次作为记者来，我也非常的高兴能再次和大家见面。3次啊，这是第3次啊？是的，这是第3次了。哦，恕我眼拙。大家好，我叫张静静，是来自光明日报社的一位记者。我从业了5年呢，一直用笔和镜头去记录我们新时代的美好和伟大，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感受光明的力量。哇，好青春！大家好，我叫彭于轩，我来自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我是一个用 vlog 记录新闻的记者。中国日报是国家英文媒体 ，We've been telling stories from China to the world since 1981。哇！同時，我係是一個劇組妹朵。劇組的老仙，哇，劇組妹朵。3位记者都是凭着自己的出色的业务能力啊，在这个社交网络上面都是有出圈的这个代表作。像这个小鹏啊，就是在2019年两会期间，用自己这个 vlog 形式呢，将两会非常严肃的报道变得非常的通俗，然后有一种年轻人那种轻快感啊。说实话，我连 vlog 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对，我给您拍一下。就是拍就可以了，对不对？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最大的区别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舞台上录这个电视节目，它是很仪式化的。对。但是其实 vlog 它是一个解构这种严肃题材、解构仪式化的一种形式。比如说我今天我就特别不自在，穿的特别的隆重，你明白吗？真的，这个垫肩呐。这个垫肩是不是滑到2边了？本来是在这个上面的。啊？导演亲情为我准备的，亲情的都是。我天哪！我刚靠近他一点，被他弹回来了。真的，这个垫肩，哇！我说到哪儿了？你说到垫肩了。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新闻的呈现？其实现在年轻人他很想看到贴近自己的表达方式，他希望能够在你的报道中看到他的生活，看到他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就想能不能从我自己来作为一个小小的切入点，比如说我去报道这个两会，我会想穿什么呢？我想报道谁呢？还有在两会会场那些外国记者都在做些什么呢？就是从我的兴趣点出发，从我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出发，然后去选择了 vlog 这样的一种形式。现在这个社会啊，信息真的是纷繁复杂，很多年轻人在看一些新闻的时候，他第一眼就是看这个标题。没错。能不能被这个标题吸引，是他继续看你内容的一个绝对的关键。我觉得取标题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难关之一。因为其实每天大家都在刷新自己的手机，那个你的嗨点是不断的被拔高的，所以我们在起标题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刺激大家的兴奋点，又让大家有获得感。但另一方面，作为官方媒体，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标题是准确的，不会给大家造成误导的。你看啊，这是那个小鹏 vlog 的一个标题，和小学生探访党中央的神秘部委。它很冲突，你看小学生，然后党中央神秘部委哦，这一下你就愿意给看进去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是这个记者节，如果说让几位拍个 vlog 弄一个标题的话，我要是取一个标题，可能是离谱，我来湖南卫视过记者节，是我最不像记者的一天。这个好啊！第一，首先离谱，震惊。这个我愿意看一下啊，到底离的是哪个谱？静静，我就从我在现场的感受来讲吧，直击记者节盛典到底是土嗨还是洋嗨呢？ Cool。
有点热点新闻的感觉了。因为其实，在私下里，我们记者是有时候是不修边幅的嘛。但是第一次以这样闪亮亮的形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在于我来，我是第一次。因为我是第3次来到《天天向上》，那我会说，第3次来到《天天向上》，我听到最多的2个字是什么？汪涵，眼拙。张老师，我取一个可能没人看了，我想一个是吃饭别忘了结账，记着结。记者节，哇！谐音梗扣钱。吃饭谁结账？记者节。哇，记者节。哇，漂亮漂亮漂亮，高度已经拔高到这儿了，哇！震惊！汪涵竟然在记者节做出这种事儿，什么事儿？好想知道。我会因为这个标题被大家关注的时间很长，对不对？真的是想标题会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啊。其实像丹瑞也是在两会当中因为一些创意破圈的。是的，在2021年的两会期间呢，新华社新华网推出了一个系列的短视频，叫做“丹瑞赴会”。以前是单刀赴会，这个是丹瑞赴会。是的，然后在我的短视频当中呢，因为我一直骑着一辆自行车走街串巷，所以也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单车赴会”。哇，好有画面感啊！而丹瑞赴会系列短视频呢，不仅有 vlog， 每年的两会记者都是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后还有小课堂，有探访揭秘，然后还有情景剧。很多网友也说呢，通过丹瑞赴会系列短视频呢，也感受到了新华社、新华网接地气的一面。对，我们今天啊，在现场我们就请这个小鹏和丹瑞按照自己的风格，给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vlog， 好不好？还有我的手机，现场就拍，对不对？哇，这个得很快啊！哦，就是平常就是用它了。对，我就用手机。你们都是？对，我们现在都用这个拍了。啊，现在等于你们带着这个就上班了？对，就是很轻松，很轻松。啊不，其实这让我们更不轻松了，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新闻。哦，天哪，就是感觉时时刻刻都在上班。但有时候我会开美颜，今天有韩哥在就不开了。为什么有我在你就不开美颜了呢？韩哥够美了。我怕大家在观众前面就瞬间戳穿我。哦，好吧，来吧。那个，还真是。开始了是吗？可以啊。哦，韩哥你好。你好。啊，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啊，我刚忘记摁了，等会儿。忘记摁了，等会儿。嗨，我把你的这个尖点扯下来，你信不信？是，主要是现在这个镜头放不下我的肩膀。来，你好，你好，韩哥，你好。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然后我要跟旁边的小姐姐。你好，那个今天我们小姐姐都来了，丹瑞一会儿要拍 vlog， 我想知道，我19年拍 vlog 的，你是20年拍 vlog 是吗？我们俩最大区别是什么？19年我还没有进入工作。哦，这样子，打扰了，打扰了，有火药味了。徐艺老师您好，您好，您好，你怎么那个镜头前跟镜头后没有一点区别啊？真的吗？真的是扛得住原相机的美貌。对，在小屏上真的不太一样哎。最近有看您的那个微博和抖音，您拍的很好，我都看过了。真的吗？真的真的。你说很好，那一定很好。谢谢你。我跟后面几位小帅哥也聊几句。您好，你们好。听说。这里有特别爱读《China Daily》报纸的是吗？啊，是的，是的，这个是我这个出国坐飞机必备的一个报纸。哦，是吗？其他时候就不看是吧？其他时间就不看了，对，因为也看不太懂，其实。其实我们现在除了报纸以外，我们在新媒体平台也有很多的《中国日报》的，你可以在很多平台能够找到我们《中国日报》。回去就会关注。现在就是这样子报道。嗯，所以就比较亲近，然后自然、接地气，拉
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嘛。就是记者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采访。就是在某一些选题上会采用这种模式去报道。对。那今天我的 vlog 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在电视上关注我们，再见。再见，拜拜。哎，不是，韩哥百思不得其解。我就这样就是一条新闻了。我跟徐老师就这样就已经等于是已经拍完一条新闻了。对对对，他这个就属于沉浸式的报道，带着大家这样。哦，就这样就是一条新闻了。哦，就等于这是很主观的一个视角带着大家啊。现在等于是年轻人很喜欢，非常流行。可能让年轻人先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再去深入的通过别的渠道去了解。用这种方式让他先接受。哦，丹瑞你来一个。想邀请就是在场的嘉宾朋友们和我来一个互动。完成一个接龙，从我开始，我说今天记者节5个字，那么下面第一个接受我的采访的人就说要说6个字来形容你对记者的一种感觉。哦。第2位接受采访的呢就是7个字，第3位就是8个字，然后最后还想邀请我们的前辈徐丽老师还有韩哥做最后的叠加，描述出你们对记者的感情。真是我。哇，韩哥要说500字。我的天！好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想邀请到的我的另外一个伙伴，请老师加一个稳定器过来，就拍我们的钟静静。好专业啊！好的，3、2、1，开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新华网记者许丹瑞。那今天我来到了《天天向上》记者节的特辑，我们也完成一个小互动。好的，那么我先说5个字，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接受采访的嘉宾就开始说6个字、7个字。那我先说今天记者节，好，6个字。大家都很美丽。记者潇洒、勇敢、飒。哎，好。难道记者都是美女？9个字。记者节大家共聚一堂。哎，9个字。记者不止美女，也有帅哥。相机在手，世界全都有。嗨。好的，我们小鹏来。我是记者，请别叫我老师好吗？记者节盛会居然还玩字数接龙。中国记者，新华新国际，新闻有新意。哇，还句句在点上。很高兴来到天天向上，谢谢大家调查。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前辈徐丽老师也跟我们说一说多少个字儿呢？您应该是17个字了。17个，哇哦！我要说18个字。站在船头瞭望，立在地面行走，记录观察。哇，谢谢徐丽老师。那么最后的接力棒交到韩哥这里了。追求光明正义，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还有1个字。好，那是这样。追求光明和正义，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好的，那么不管是从5个字还是18个字，刚刚我们都听到了大家对记者的一个想法，我们会继续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大家传播这个时代的动人故事。那么我是新华社新华网许丹瑞，我们下次再见吧。好，结束，谢谢。哎，这个还挺好玩的啊。
的。好，静静进入到记者行业也是时间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其实采访了很多我们心目当中的绝对的这个偶像，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在这个武汉获得了中国戏曲终生成就奖的蓝天野先生啊，怎么样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让这些比您年龄大那么多的这些老师们能够愿意在你面前敞开心扉？我会比较喜欢跟他们聊他们最近做的事儿，因为可能在最近做的事儿，他们的记忆点是最多的。所以就跟他以这个为切入点去打开话匣子，可能他们就会愿意跟你去聊天，也是证明你是了解他们的。那现场如果说这么多嘉宾让您随机挑选一位进行即时采访，第一你会挑选谁？第二，我们看看你是怎么样让他打开话匣子的。要不然我选韩哥好了。好吧，我的话匣子基本上不用你打开，我本身就是一个话匣子。那我想问您第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刚上台之前我还是挺紧张的，所以我想问您一个诀窍，就是您跟这么多各行各业的人去做节目，怎么能让他们特别放松的站在您面前聊天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比较喜欢研究方言嘛，我基本上会在节目的过程当中，首先问你是哪里人，然后我会用他的家乡话跟他打个招呼，因为人在遇到自己的这个家乡人的时候，他会不一样，你会非常主动的愿意跟他聊天，因为他放松下来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放低自己的姿态，你随时随地你的状态、你的语言要传递给他。这场节目是我们两个同时来完成的，少了你，我真的不行。哇，特别温暖，好暖心。那最后一个小问题，现在很多说社牛症嘛，您平时应变能力那么强，您对非社牛症人群来讲，跟我们说说怎么样去跟别人交流啊，或沟通啊什么的。我的第一反应跟徐老师一样，什么叫做社牛社妈？什么叫社牛症？你看徐老师现在还在问，这是社交特别牛，社交牛气症。我觉得跟你在舞台下的那一种训练是离不开的。我在20多岁、30岁的时候，我经常自己会给自己出一些题，我会选10个词，然后丢在一个盆里，自己任意拿3到4个，然后面对镜子，我打开以后就直接把这5个词儿说到一段话里面，然后不断的要去训练。除了认真学习，没有其他的法门，就是这个。感谢韩哥的回答。谢谢。记者会不会有职业病啊？看见人就想提问。有。生活当中也会吗，小鹏？我觉得我的职业病之一就是社交厉害症。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是我旁边有一个小女孩，然后是新来的，然后我们一块出差之后，在大巴上也一路无言，就我们的采访对象来了，然后我就愉快的和他们聊了起来，然后最后唱起了歌。我的同事就特别的惊讶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人？他没有说出社交厉害症这个名词，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儿，但我已经有这个病了。丹瑞呢？休息的时候就看看电视啊，看看电影啊，但是我会忍不住的就去校对那个字幕到底正不正确，特别是标点符号的地得用的正不正确，然后有时候就忙着校对了，电视也没看成。对，我们特别谢谢几位90后新生代的记者的分享啊，他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让我们最起码了解了好多新的词儿，是吧？我跟徐老师都没听说过，包括一些新闻报道的一些方式啊，而且充满着活力，大有这种青春气息。好，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呢，就是比较不一样的记者，他们用智慧和勇敢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人间真实。我们请上这位黑猫警长。哇！欢迎！哇！我刚刚在那边的时候，我就感觉黑猫警长一直睁着大大的眼睛瞪着我。这个服装也是我们导演亲情为他准备的，这外露的红色垫肩。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调查记者，大家叫我老韩就行了，因为我以后还要继续做卧底暗访调查，所以今天不能暴露太多。
卧底暗访调查。他做过很多的，比如说最近网上大家都很熟知的，就是卧底网红餐厅胖哥俩肉蟹包。哦，这个上了热搜的。这不都昨天洗过了的吗？昨天洗过了，今天又黑了，还要重新洗一遍。你卖不掉，你没办法。今天上午卖不掉，下午就。常熟童工黑色利益链。哇！你有什么年龄问？正在给你说什么年龄问？1年免费住院9次的太和骗保案。你这个人10年，真的假的？我没有病，你反正不要钱。我1年免费住院9次，对，这是个什么情况？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医保嘛，你去住院，其实大部分资金是医保来报销的。结果这很多医院呢，他为了想去骗这个医保基金，他就会弄很多的假病人到医院住院，就利用这些老年人来骗国家的医保资金，就让他1年住9次。哦，哎，那你是怎么混进去的呢？其实一开始我们接到这个选题的时候，当时第一想法肯定说应聘那个医生或者护士。对。但是呢，我们记者都没有这种医学的经验，就门槛很高，当时就混不进去。说那只有保洁了，清洁工。然后后来一想，去应聘清洁工那也不行啊，那就是清洁工接触不到那种核心消息源。所以后来想想，那不行，自己去住院。哎呀，但是我们当时在调查得知的那个。住院的他们都是一些老年人，就去假住院。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去到那里的医院就很容易引起怀疑。所以当时没办法，就是在当地就是找了2个老人，就假装是他们的亲属，就是我做他们的外孙，然后带他们到医院去住院。后来就等于打入到医院内部，就了解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你找的是一位老戏骨，对不对？其实他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村民。问题是你是在做暗访，80多岁的老人，他的这种心理素质，他都不露馅儿对，他面对医生的盘问，说你这是你什么人啊？说你身体有没有什么毛病啊？他表现得很好，让人觉得很自然。哇，这位老人家厉害厉害了，高手在民间。所以最后这个报道出来之后，他最后引起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当地11家医院都是涉嫌骗保，查出的涉案金额是5000多万，然后有19名党政干部后来被处理，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是56人。与此同时，就是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健委在全国开展这个专项行动，就打击骗保。就是说，现在的骗保比以前要少了很多了。一锅端，哇，厉害！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个太不容易了。哎，那除了扮演就是老人家的这个外孙之外，您还扮演过什么其他的角色？就是8月份的时候，当时做了一个胖哥俩肉蟹煲。他是13号来过去吗？算是。13号，今儿16号了，那可不3天就过，马上就把他剁了，吃不了就马上把袋拆开，袋马上能拿提箱上，你回处长就告诉你。做这个肉蟹煲的时候，当时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就负责切土豆嘛，我就在以前就切土豆的过程中呢，一个老师傅就过来跟我说，他说有一批土豆明天就要过期了，但是你也把它切了，然后明天继续用。言下之意就是用那个过期食材了嘛。对。就我就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但当时我在切土豆，我们根本没来得及打开我的那个装备，把这句话给录下来。第2天的时候，我就提前准备好了我的拍摄装备，提前给打开了，然后我又去找那个老员工去问了，我说这个过期土豆该怎么处理啊？然后他就重新说了一遍，就是说你要把包装袋给撕了，然后再给剁了，就是继续用。我当时哎呀，就是满心欢喜的，终于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录到了。结果一看电脑上傻了，啥都没有没有拍下来。可能就是那个设备出了点问题，就没有拍下来。然后我当时我想，这怎么这句话这个证据就非常重要，我必须得有。那不能再问一遍了吧？对，结果等到第3天的时候，我只能硬着头皮又去找那个大爷，还找那个人。我就说这个我这个之前说的我都没有理解，我也没记住我这个过期的土豆到底该怎么用啊。虽然那个员工呢觉得，哎呀，我都跟你说了那么多遍，你还记不住，你确实呆呆傻傻的，但是他还是把这件事情跟我说了一遍，最后就是第3遍的时候，我才录下来了。你看看老韩，你人生的高光时刻都跟大爷有关。第1次是演大爷的外孙，第2次在大爷面前装自己脑子不大灵光。对。
后来那个大爷是不是就演了你的外公？没我觉得他真的太好了。我以前看过很多那种报道，说很多调查记者啊，他为了扮得特别像，他就没有时间去采访了，就是演进去了，没有时间去采访。对，我当时有一次其实是做那个常熟童工那个报道的时候，就是当地有很多的服装厂，他招不到工人呢，他只能就是说招一些童工，就不满16岁的小孩在那里面打工，然后从早晨6点钟要干到晚上11点，基本上要16、17个小时。我当时就是以成年的人的身份跟他们一起干活，也是从早晨6点干到晚上11点。然后呢，他那个活非常多，17个小时活还干不完，就导致我就没有时间去采访。后来我想这也不行啊，你没时间采访，你这不是活白干了吗？对呀。所以我就想，那只能活干得快一点。我当时在服装厂订那个暗扣，只能说暗扣越订越快，越订越快，拿了一个技能标兵。成为订暗扣的专家了。对，因为干得太好了，所以很多老板都不肯放我走。老韩，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像我们肯定特别关心的就是有没有真的深入到非常非常危险的。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您被打过吗？暗访那种地下赌场，一屋子的黑社会，这是个什么情况？我是一名国际新闻记者，有5年在艰苦战乱地区工作，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场。好危险啊！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老韩，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像我们肯定特别关心的就是有没有真的深入到非常非常危险的。比较危险的就有一次我们去暗访那种地下赌场。地下赌场，哇，这个故事 vlog 标题是吧？哇，一下就有了。对，那一次去赌场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赌场，我以前不知道赌场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当时那天我跟我同事一起进去的时候，推开门之后，没想到站了一屋子的黑社会。当时我和我同事就有一点乱了阵脚了，就觉得如果这个时候被发现了，我们2个人，人家至少有20个人，我们该怎么跑出去？连别说打架打不过了，就是说你跑你都跑不出去。所以那天自己带的那种拍摄的装备也压根都没敢掏出来，就是到那里看了一看就赶紧撤。你没关系，我跟你讲，遇到这种情况干脆直接，嗨，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苏州的一个赌场。好了，我们来访问一下，来，这位花臂大哥，你在这里看场那么多年，什么感受啊？对不对？沉浸式报道，沉浸式，那有可能那个人就被你带进去了。哎，后来呢？后来当我们再去那家赌场的时候，人家就说这个赌场不开了。我们后来从其他地方打听到，这个赌场还在开，只是因为你第一天看你有点神色慌张，人家就怀疑了。然后我们就找了其他家，因为有第一次的这种教训之后，第2次就表现的稍微正常一点。后来也会把这个事情全部给暗访下来了。这个还是不容易啊，肃然起敬，好危险啊，好危险啊！可以帮我讲讲，您做这么多暗访，您被打过吗？头都打到这么大了，你看，打都打肿了。没有，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被怀疑过，但是还没有被识破过。每次到怀疑那一步的时候，也就是跟对方打心理战嘛。他怀疑我的身份了，但是他具体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可能会猜是不是警察，还会猜是不是竞争对手。当时他猜不到我们身份的时候，他就不敢乱来，所以反而我们就安全了。如果你那个时候自报家门了，或者说缴械投降的话，那样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您平时怎么消解压力呢？其实消解压力可能只能说让把自己吃土豆，对不对？钉暗扣。其实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我稿子刚发的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发了之后啊，担心自己调查没有搞周全。因为我们这种涉及的性质都比较严重，你如果不调查不周全的话，人家就否认你这个报道嘛。对。还有就是说，报道发了之后，其实很多采访对象就知道我是记者了。常熟童工那个报道的时候，就跟一个15岁的童工，我们俩其实是工作的搭档，时间一长，我们就慢慢也成为朋友。他就是对我敞开了心扉。后来就是我们报道发了之后呢，
他就知道我是记者了。是我也当时跟他解释，我说为了以后不会有那个其他孩子能够重蹈这个覆辙，我只能把这个事情给曝光出来。我也跟他说了，就是我说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不过他就是还是很生气，就是不理解，就是说不需要我的帮助，然后就把我就拉黑了，就不再跟我联系。因为他其实也还是一个孩子，我也理解他，他就觉得你欺骗了他，小孩想的其实都很单纯。直到今天为止，就我心里其实还是有一点愧疚，就是一直也想跟他当面说声对不起。就是这么多年，其实做了这么多的调查报道，把这种危险其实看得很淡，但其实每次就是最怕就是面对这种情感方面的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啊，就是你花了很多心思，然后跟他成为了朋友，然后朋友推心置腹跟你说的话，变成了你这个调查报告当中的一些证据。然后你一方面站在公众利益的角度上，要非常客观的把这个东西弄出去，但是那一边他曾经对你推心置腹啊，你心里应该对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是的，是的，是吧？这个很难啊。家里人会不会支持你？家里人是非常支持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婆。像我们做调查报道，有时候一出差就是10天半个月，而且他可能电话、微信我也没办法及时回，甚至就是联系不上，很多家里的问题都要他自己去独自解决。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做调查记者的话，稿子很少，发稿很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就是说还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然后他就特别支持我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就是工作。你在这有什么特别想对太太说的？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不容易呀，这个头那么大，两个手都能碰到一起。你发现没有？就是虽然他戴着这么大一个头套，我们看不到他善良的脸，但是我们看到了他光明的心。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他内心要有多光明啊，才能面对那些事情，太了不起了啊！以前啊，大家都说记者是这个无冕之王，因为他们记录时代嘛。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记者，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这样的记者在徐丽老师的报道里面应该是多次会出现。对，就是了不起的战地记者，他们用文字、用声音、用图像记录了战争的真实和残酷。接下来我们就跟年轻的战地记者小陈啊，我们一起来聊聊。来，谢谢我们的黑猫警长，谢谢您，谢谢。有请小陈。我的名字叫陈旭，我来自新华社国际部，我是一名国际新闻记者。我入社12年，有10年时间在驻外，其中5年在艰苦战乱地区工作。我曾经和运动员苏炳添一同获得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称号。我也曾经因为我的战地经历被习总书记亲自点赞。但是同时呢，我也是一个有着中二魂，然后什么叫中二？完了，你看了，我跟徐老师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中学2年级就是那种年轻年少的那种热血崇拜的那种感觉。哎，中二。所以呢，也是我被我的同行们称为在新闻界最会玩说唱的男人，也同时也是在说唱界最会做新闻的男人。那现在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有来自新华的骄傲，他们从不儿戏，请记住我的名字，代表新华国际。We put the fire up， 我明天要去战地，对危险毫不在意。They call me 记者 Chinese， 像陈志说的一声宣明，在一出时就决定不追随情人心，我要创造自己结晶。哈从加沙到巴格达，我带着5星红旗，连自负西方媒体都承认我们崛起。好燃啊！韩哥要不要来一段？毕竟你是 rap 当中的OG 中的OG 啊。OG 是什么意思？元老的意思。你这个是临时这么 Q 一下啊？我想一想。哦耶！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他们在报道理想和光明的路上从不彷徨。突如其来的危险会让他们防不胜防，但是他们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栋梁。
respect，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要。我特别想问一句啊，就是你主要参与过哪些战地的报道？2011年我刚刚入社，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就被新华社派往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常驻。在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兴起，在那个时候呢，我就临危受命，告别了我还没有满周岁的女儿，然后一个人前往伊拉克进行战地报道。等到我结束任期和女儿家人在团聚的时候呢，我的女儿已经快3岁了。哦，好不容易了。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陈旭他经历的那些生死的时刻。哎呦！好危险啊！这些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战争的现场。我当时在加沙报道巴以战争的时候，站在我的住的酒店的楼顶，我看到的就是我面前的整个天空被以色列战机的尾烟，还有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发射的火箭弹的痕迹，把这个天空划得七零八落、四分五裂。一会儿我面前就会有一颗炸弹投下，然后升起一朵蘑菇云。这些我都用照片记录下来了。当时在我看来，就好像在看一部战争大片一样，看起来好像很震撼。但是当我真的走到地面上去做真正的采访报道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战争大片，这真的就是人间炼狱。所有这些孩子们、老人，有的在废墟中就这样躺在那边失去了生命。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夜间有一架飞机飞过的话，孩子们会从睡梦中惊醒，他们可能会尖叫，可能会哭泣，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飞机绝对不是什么民航客机，他们就是一架可能会给他们生命造成威胁的战机，是来轰炸他们的。你们是做了赴死的决心然后去的吗？其实说实在的，单位它并不会要求你说一定要进到这么靠近、这么前线。但说实在的，就是我经历的巴以的一个全面7日的一个战争，一开始只是一个日常的一个小冲突，互相之间，然后突然之间因为某一个事件，然后就全面升级了，变成一个全面战争。那我们其实就要从一个很日常工作的状态，突然就要决定说，是不是现在就要开车立刻去那个几百公里外的前线，然后在到达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边境的时候，我们经过检查站的时候，他要求我们签一个平时我们不会签的东西，就是一份生死状，其实对以色列国防军军事行动的承诺书及对媒体公司的警告免责书。哦，这个表示的意思呢，就是一切行为后果自负。是的。当时我的同事就是说，哎，他有2、3页，他说你好好看看啊，到底有什么细则？我说你不签，我们也进不去。既然都到这了，还想什么呢？赶紧签吧，赶紧签，签了就赶紧进去。对，哪怕比别人报道早10秒钟，那也不一样。没错。你觉得战争离你非常非常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差点会对你造成伤害的那一个？说实在的呢，就是我们虽然长期在战乱地区工作，但其实我们对战争的这种报道经验还是不足。像我第一次经历这个加沙7日战争的时候，我进到我们住的酒店里，因为外面的轰炸非常的猛烈，尤其到了夜间，它不停的轰炸，让我很难休息好。一开始我会把窗门给关上，但后来就有同行提醒我，就说你这个窗户千万不要关上。好，等一下，提问：为什么同行前辈会提醒他晚上睡觉不要关窗户？谁知道？因为玻璃容易碎。对啊。哦，那万一那个玻璃直接被导弹炸碎，那个冲击力直接对扎到人身上或者飞到墙里面，不就对吧？有道理。说的非常准确，就是这么回事。哇！然后我听取了我的同行的建议，把我的窗门给打开。
就在打开的一瞬间，对面一道火光一闪，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冲在了我身上，把我整个人都往后推。然后我当时觉得我脸都着火了，我整个眉毛都烧完了。我当时非常惊恐的摸脸，然后包括跑到镜子前面，最后仔细看，发现自己还是完好无损的。这个回忆就让我真正的近距离的第一次感受到了战地的残酷和危险。我曾经也采访过战地记者，他们有时候晚上睡觉都睡在窗台下面。就是榴弹打进来的时候，因为还有那么厚的一堵墙，算是掩体。对，他们可以挡。经历过这么多战乱，你内心最触动你的那个场景，那一刻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就是在我报道加沙的7日战争期间，参与了这个报道达卢一家的一个故事。达卢是一个强壮的中年阿拉伯男人，他担负着照顾一家11口人的一个职责，所以他就和他的大儿子2个人冒着被以色列战机炸死的危险去找吃的。当他们欢天喜地地抱着各种吃的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面前的家早已不存在了，变成的是一个冒着烟的废墟。他们就徒手去扒那个废墟，最后扒出来的是一具具尚且还留着体温的遗体了。第2天在加沙医院的太平间，我见到了这个达卢本人和他的大儿子，他们蹲在地上，大儿子就把头深深地埋在了下面，达卢呢，他把手指在嘴里紧紧地咬着，然后眼角不停地流下泪来。作为我记者的一个职业本能，我就凑近以后拍下了这一瞬间。这时候达卢就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当时对我来说，这个眼神就让我像受了一拳重击一样，我整个人都已经手持着相机，我手都有点发抖，因为我当时就在想说，像他们这样的受害者，他们的幸存者，他们在人生最悲惨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没有尊严的时候，然后我们还要去凑近他，给他们拍照，留下这一瞬间，我们到底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虽然我们的本意是希望把这个新闻、这个悲剧告诉世界，然后希望能帮助他们，但是在那一瞬间，我是不是对他进行了2次的伤害？所以我就一直抱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持续了整场这个7日战争期间，一直到最后他们达成停火协议的那一天，所有的加沙人冲出家门，然后涌上街头，开始流泪庆祝，和之前那死气沉沉的7天完全不一样。就在那个时候，我走在街头，然后有一个巴勒斯坦老人，他突然就紧紧地把我的手给拽住，就是往我手上塞了一颗很普通的巧克力，然后他就对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们这些中国记者，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陪我们度过了这段时间。”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之前的所有的疑问都释怀了，我知道我做的还是对的，我知道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把他们经历的真实的情况去告诉全中国的观众和全世界的观众。我的情绪还有点激动，刚刚听完程旭哥说的，因为程旭哥是我的同事，但是呢，他也是首位被英国《卫报》点赞的中国的85后记者。我们在国际媒体上已经真正的占有了一席之地。我们去报道战争前线的战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所有记者都有机会去前往前线。对，那你是否能拥有这个机会，也代表了你国家和你这个媒体的一个实力。那我在伊拉克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们和 CNN、BBC 包括各大通讯社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任何时候有任何机会前往前线，我们都是享有最优先的特权的。战地记者就是这样的，一直都在新闻的最前线。其实此时此刻还是有很多驻外记者在各个国家为我们报道。今天就厉害了啊！
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新华社的记者在现场提前全世界各大媒体提前10秒向全世界发出伊拉克战争打响了。所以从学界到记者，我们都在全世界领跑，太棒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最大的阿富汗难民营。恐怖袭击就离我们的驻地大概就是几百米远。其实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中国。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战地记者就是这样的，一直都在新闻的最前线。其实啊，明天是记者节，那我们现在就拨通前方记者的电话，请徐丽老师来跟他们连线，代表我们这些年轻晚辈对在前线的记者送上记者节的祝福。Hello， 两位同行，你们好。你们好，能听见我们吗？明天是记者节，我们在这里有不同年代的不同岗位的记者，然后跟你们2位连线，希望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场记者节的这份欢乐，以及对你们正处在非常危险的前线报道的一份牵挂。请2位跟我们先打个招呼吧。韩哥好，许丽老师好，对，我是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记者张淼。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我是新华社驻伊斯兰堡分社的首席记者蒋超。大家好，蒋超，介绍一下您现在身处的环境。我虽然现在身处的位置是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西南郊的这个爱12区的一处最大的阿富汗难民营的这个位置。现在你能够方便地走过去，让我们看一看，在几十年战乱之下的阿富汗现在难民营，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根据官方的统计呢，总共有270多万的难民在这里呢。可以说普通的难民只能说保持了这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服务。我今天想带大家来看到呢，就是一直在等着我们这次连线的这个阿富汗的难民小朋友们。那么在这个现场呢，我们的这个中国志愿者正在这里进行着中国的志愿服务。那么这座难民营的小学呢，在这里已经是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它叫做星空小学。我们中国在巴基斯坦的这个青年志愿者在这里呢，也是进行了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尤其看到这些阿富汗的难民小朋友呢，很多的这样的面孔，就像我曾经在喀布尔生活和在阿富汗各地去贫民窟去采访的时候所看到的那样期待和平、期待这样的这个稳定的生活的面孔和眼神一样的纯真。蒋超，通过你刚才对这个学生这一部分的情况的介绍，包括中国志愿者在当地跟难民营的孩子们的交流，我们了解到了当地现在阿富汗难民营的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另外，蒋超，我也知道驻外记者工作的强度大，而且生活相当的辛苦，请你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是个什么样的状况？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婆婆妈妈，因为我担心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方式，会让我的家人知道我在这里生活的真实状况。因为我一直其实都是告诉家人都挺好的，但是呢，要实话实说来说，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是没有基本的常规的饮用水的供给系统，我们吃水都是要靠打井，然后进行一次过滤来吃水。再包括呢，巴基斯坦人是常吃这一种叫巴斯马蒂的这个香米的。那么这种香米可能不是特别合我们这个国人的口味，比较干，比较柴，吃起来有点像，可以说有点像嚼这个塑料。但是我们就必须要吃到这样的米。好的，谢谢蒋超，辛苦了。我现在再来连线一下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记者张淼，张淼你好。徐毅老师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新华社巴格达分社位于巴格达的曼苏尔区的办公室里。现在在我身旁的是新华社的外籍战地记者贾麦勒老师。那么在2003年的3月20日，那么正是贾麦勒老师在这间办公室里用海事卫星向全世界发布了伊拉克战争打响的这样一条英文快讯。那么这条英文快讯的时效性甚至是领先了美国的 CNN 电视台10秒钟。那么贾麦勒老师也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发布伊拉克战争快讯的记者。这个情节我特别的有记忆，因为在2003年3月19号下午，我在和国内目前一流的中东问题专家李少先先生在
直播采访当中，我曾经问到他，我说您根据您的判断，就目前当下的情势来说，伊拉克战争有没有可能打响？要打响会在什么时候？他当时的判断是，伊拉克战争将会在3月20号打响，这是我们国内学者的判断。而新华社的记者在现场提前全世界各大媒体提前10秒向全世界发出伊拉克战争打响了，所以从学界到记者，我们都在全世界领跑，太棒了，所以我印象特别深。谢谢您，贾曼乐先生，谢谢。我刚才好像在那个照片里面看到有一个牌子写着大兴华博物馆，张淼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好的，好的，没问题，韩哥。好，现在大家可以跟随我们的摄像机镜头一块来我们的这个办公室里看一下。然后我们这个办公室门口呢有一个中国媒体的这么一个牌子，然后象征着就新华社一直在这里办公。有时候我们走进这个办公室里，就感觉到像是回到了90年代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雇员办公室里，这个有一个大兴华博物馆的一个小的展示柜，这里展示的就是从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我们收集的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比如说这个就是当时的汽车炸弹碎片，当时呢就是在我们雇员办公室的门口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这个碎片呢是落在了我们办公室的院子里，我们的同事把它捡起来，然后作为收藏。张淼是这样啊，今天我们在《天天向上》节目做的是一个有关中国记者节的特别节目，尤其你们是作为战地记者、驻外记者，可能当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候，也许你们内心会有别于一般记者的更多的想法，能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吗？我觉得作为年轻记者，我最深切的感受是我们应该感恩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想我们也会一直在伊拉克坚守好我们的岗位，在伊拉克讲好中国的战地新闻的故事。好的，谢谢张淼，保重。蒋超，现在话筒传到你这边。就是在阿富汗的驻外结束之后，再回到家乡这个休整的1个月，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可能患上了战争创伤后遗症。回到家乡之后，哪怕听到白天的时候外面有一丁点的动静，比如说有人可能会结婚，会放一些鞭炮，我都会惊醒，从床上弹起来，然后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想去无论是去发稿啊，无论是要做什么准备，要跑到现场。那我想说的是呢，经历了战乱地带的生活，我们希望的是作为一个中国记者，用我们真实的、客观的笔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记者的视角去看待他们的真实的苦痛，来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和平、安宁、稳定的生活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好的，谢谢蒋超。蒋超师兄你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08播本的梁田儿，师哥好。梁田你好。然后刚刚听了您一系列的讲述，就是我觉得我在中国长沙天天向上的演播厅向你致敬。然后你说吃不惯那儿的米，请你一定要保重，注意安全。等你回来了，师妹，请你去帮自己食堂吃煎饼果子，请你去20堂吃肉饼。好嘞，我们去核桃林相见。好，谢谢。非常非常感谢两位，还是就像刚才徐丽老师说的那样，两位保重身体。如果有机会，我们请二位到天天向上，跟我们来做更加好的聊天和分享。再见。对，请接受我们现场所有朋友对你们二位的敬意，谢谢。再见。注意安全。再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哇，梁田那一下真的是这个，是感觉太深了，因为我感觉是离我那么近的一个人，因为感觉师兄跟我没差几届，但是现在他跟我们相隔万里，又那么危险，这么近又那么远，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他们能够保重身体，然后安全的回来。每一个记者他都有各自的困难的情况需要去克服，就像刚才我同事蒋超说的，很多从战地归来的记者，他们有战争创伤的后遗症。我有一个同事，他在利比亚驻外，他回到北京以后，然后看到路边羊肉串的摊上，在那边撸串的时候，眼泪就直接从眼睛里掉出来了，因为他说和平的生活真的太美好了。其实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中国。在这个记者节这么特别的日子里，我真的想要跟所有在场的
媒体的同行们、记者们，还有尤其是我们还在海外、还在这些艰苦战乱地区奋斗在一线的，说一声记者节快乐！真的，好好保重自己，保护好自己，家人们都等着你们。因为我们家在重庆住。当时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一时刻，重庆的震感是非常强烈的，我们所有人都在惊慌和恐惧之中。但是当时我的父亲在听说汶川的一线可以有记者名额进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我那个时候才上五年级，我特别不理解，我们全家人都等着你，可能要照顾要保护。然后他说我这个工作的责任就是让全世界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新闻记者、体育记者还是民生记者，所有的记者真的都特别不容易。就像那句话说的，浓缩大千之象，雪亮众目昭彰，真的是他们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责任和理想。我也只能祝他们在归来的时候能和出发一样。谢谢。我很庆幸我成为一个新闻人，真的我很庆幸。此一生做了这么一个职业，不管是做记者还是做新闻主播，因为我做的是新闻，我们紧紧的和时代脉搏一块儿来跳动，我们来记录这个跳动，记录社会，表达社会，传达社会。这个职业本身无上的荣光，尤其今天和大家在一块儿过这个记者节，好像是又重温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很多类似的经历、类似的情感，所以特别的感慨。作为一个退休人员嘛，最后跟大家说，加油加油，永远在你们身后支持大家，加油！谢谢徐丽老师。100多年前，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曾经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未来会好吗？如果梁漱溟先生的父亲现在依然在问这个问题，记者会用正义、光明、理想、信念的报道告诉你，中国现在就很好，未来会更好。什么是记者？他们不惧风险，深入一线，枪林弹雨，无畏坚守，风雨中守望公平正义，混乱中发出理性之声。千千万万的中国记者，记录着中国100年风云激荡，一代代新闻人的坚持与理想，在历史的长河中薪火相传。如今，新时代的记者们，他们不仅是记录者，更是践行者。是做了一期专题，就是专门讲这个造血干细胞，是我自己当时也加入了骨髓库，没想到就2个月以前，我就接到通知说我跟别人配型传单了。我最害怕的是去血液科，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可以等到10个点位都相符合的捐献者。践行温暖，定格感动。致敬所有好记者，记者节快乐！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后面这种感觉就好，这个完了，前面的再打下来，后面再闪一个，短，你看我2倍速。军事电影啊，它一直就是电影产业的主力军，是好莱坞整个产业的60%。长津湖呢，我们制作了110具实体道具，还有无数的断肢尸块。为抗美援朝题材专门研制出来的冻伤手套。我们对血浆的调制呢是食材为准，可以猜一下我们演员脸上的灰是用什么材料来做的？我觉得是巧克力粉，我选枫糖。有一个广告叫我在长津湖担任车道组的组长，给长津湖制作了数十台重型装备及车辆。这个电影800量身定做的一款道具坦克。
学名是94式超轻型步战车。我为长津湖提供了近500支的特效枪械。男生从小梦寐以求的场景在这里呈现。哇！这个枪一拿到吴泽林手上，气质，什么情况？这被弹壳打伤了。什么叫真男人？从不回头。从事烟火适合演，完成上百部战争烟火制作。这次有没有带点新东西让我们感受一下？有啊，带了这么多，轮流来呗。是组队尝试子弹被打穿。这团，哇，这叫中戏！看看人家中戏的表演。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挑战一下。我们中传欣然应战，机枪扫射，几大院校全部卷入纷争。感谢独家冠名商元气森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我们下周日再见。再见。